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高维认知。今晚的夜色很沉，窗外的风好像也比往常大了一些。不知道此刻的你是正依偎在爱人的身旁，享受着二人世界的静谧，还是独自一人在收拾着白天的疲惫，对着手机屏幕发呆。前2天深夜2点，我在后台收到了一封特别长的私信，写信的是一位叫小雅的听众。字里行间，我能感受到她那种深深的焦虑和纠结。她说，她和男朋友恋爱3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最近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，双方父母见了面，日子也选好了，这本该是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。可她心里却像堵了一块大石头，怎么也透不过气来。什么事呢？其实说出来特别俗，就是关于钱。具体来说，是彩礼的数额，以及婚后到底谁管钱、怎么花钱的问题。小雅在信里这样写道：高伟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每次话到嘴边，我又生生咽了回去。我觉得谈钱太伤感情了，显得我特别物质，特别算计，像个市井小民。我怕一开口，那种纯粹的爱就变味了，他会觉得我变了。但不谈吧，我又真的很没有安全感，怕结婚以后被动，怕到时候一地鸡毛。看着这封信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在亲密关系里小心翼翼的影子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大多是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好像一沾上钱字，人就变得俗不可耐，变得面目可憎。特别是在爱情里，我们更愿意谈风花雪月，谈诗词歌赋，谈三观契合，谈未来的梦想，唯独对钱这个字讳莫如深，仿佛谈钱就是对爱情的亵渎，就是对纯真感情的背叛。但是今晚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深夜，我想和大家聊点俗的。我想撕开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和大家聊聊那个房间里的大象——钱。如果你的婚姻想越来越顺，想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被琐碎击垮，那么有一个潜规则你必须尽早知道，那就是大大方方的谈钱。01谈钱不是世俗，而是成年人最顶级的清醒。我们先来拆解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害怕谈钱。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觉得钱是冰冷的，而爱是温暖的。用冰冷的钱去衡量温暖的爱，太残忍了，太不近人情了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钱其实从来不会欺骗你。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，钱往往是传达爱意和维系感情最诚实的媒介，它比语言更笃定，比承诺更具体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姑娘，像小雅一样懂事体贴，生怕给伴侣造成压力，吃饭抢着买单，过节不敢要礼物，甚至结婚时都在帮着婆家省钱，哪怕自己受委屈也不吭声。他们以为这种不谈钱的懂事能换来对方的珍惜和感激，能换来一段纯粹的感情。结果呢？现实往往是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你，却在金钱上让你受尽委屈的人，并没有因为你的省钱而更爱你。相反，当你因为生活的重压而崩溃，想要一点点物质支持时，他反而会一脸惊诧地看着你，甚至带着一丝鄙夷。你怎么变得这么物质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这是多么讽刺的画面，又是多么痛彻心扉的领悟。经济学里有一个特别冰冷但又特别真实的底层逻辑：成本决定价值。如果一段关系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成本，或者是极低的成本，那么在潜意识里，这段关系的价值就是廉价的。因为人性本就是趋利避害的，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最不被珍惜。这听起来很扎心，但这就是人性。那些停留在嘴边上的爱，再真诚也有上限。今天他说爱你，明天他说要为你摘星星摘月亮，这都很美好，能提供极高的情绪价值。但是只有情绪价值的婚姻，就像是一艘没有龙骨的小船，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吟诗作对，看星星看月亮，享受浪漫，
可一旦生活的刁难从四面八方袭来，孩子生病了，父母住院了，房贷断供了，失业了，这艘小船拿什么去挡风雨？拿我爱你这3个字吗？拿曾经的那些海誓山盟吗？在 ICU 的账单面前，在银行的催款单面前，这些都太苍白了。所以那些能谈钱、愿意谈钱、会谈钱的人，在认知上才是真正的成熟。因为他们明白，在婚姻中，感情是基础，但金钱是底座。金钱是安全感最扎实的来源，没有之一。当你兜里有足够的钱，当你们家庭的账户上有足够的数字，你在任何关系里都不会觉得惴惴不安。你不需要看谁的脸色，不需要因为买一件喜欢的衣服而犹豫半天，更不需要在父母生病时因为拿不出钱而痛哭流涕。你去观察一下身边那些整天患得患失，在婚姻里没有安全感的女性，拨开那些他不爱我了，他回消息慢了，他对我不上心了的表象，万法归宗，根源往往只有一个：缺钱，或者缺对自己生活掌控的钱。02婚姻的真相不是童话，是一家无限责任公司。很多姑娘在进入婚姻前是被偶像剧喂大的，觉得婚姻就是2个人手牵手，在一个大房子里，每天早上醒来有阳光和吻，永远是王子和公主的幸福结局。但我想告诉你，爱情是一种感觉，婚姻却是一种处境。这种处境是具体到每一粒灰尘里的，是柴米油盐，是吃喝拉撒，是水电煤气费，是孩子的奶粉尿布，是人情往来的份子钱，是下水道堵了谁去修，是过年回谁家带什么礼物。如果你想在情感和婚姻中越来越顺，请一定要逼自己长出一种思维，利益思维。别觉得这个词难听，也别觉得它冷血。过日子的真相，就是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幸福感的一种艺术，而钱就是这个资源里最核心的部分。谈钱，谈的不仅仅是人民币，谈的是过日子的确定感，是物质上的安全感，更是对未来人生的掌控感。我有个朋友叫林姐，她就是那种典型的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典范。结婚10年，她从来不问老公收入多少，也不管家里的钱去哪了。她觉得既然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得那么清？相信她就好了，男主外女主内嘛。她甚至引以为豪，觉得这是对丈夫最大的信任。直到去年，几个凶神恶煞的债主敲开了她家的门，把红油漆泼在了门上，她才知道老公瞒着她在外面跟朋友合伙搞什么大项目，不仅把家里的积蓄亏光了，还背着她抵押了房子，借了高利贷。那一刻，林姐的天塌了。她看着那个曾经意气风发，如今却缩在沙发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男人，哭着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老公抱着头，声音颤抖，怕你担心，想赚了钱给你个惊喜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惊喜？这简直是惊吓，是毁灭。你看，这就是不谈钱的代价，这就是盲目信任、放弃知情权的代价。没有物质基础的婚姻生活，多数时候真的很压抑。如果你没有多到钱只是个数字的地步，你就必须学会认真谈钱。我不反对追求精神上的高级，我也相信爱情的纯粹，但我始终觉得精神的富足一定是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。就像盖房子，地基没打好，你把屋顶修得再华丽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，一阵风吹来就是一地鸡毛，甚至房倒屋塌。不把现实处境解决，只光想着要跨过物质，直接追求精神上的契合，最后往往只会本末倒置，成为婚姻幸福感的绊脚石。03谈钱是检验三观的照妖镜。其实谈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，它是一块试金石，也是一面照妖镜。一个人的金钱观往往折射出他最底层的价值观，甚至是他的人品。真正成熟的金钱观是意识到社会的本质是交换，
商业世界的底层逻辑是稀缺换来高价值，只有懂得这一点，一个人才不会有金钱羞耻，更不会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穷人清高感。大家回想一下，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一类人，你一跟他谈钱，他就跳脚，就暴跳如雷，就给你扣帽子，说你拜金，说你现实，说你掉钱眼里了。哪怕你只是合理的询问一下彩礼，或者讨论一下婚后的开销分配，他都会瞬间炸毛，觉得你是在算计他。遇到这种人，请立刻马上光速远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类人往往不理解金钱的运转逻辑，更不认可金钱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捷径。他们把钱视为罪恶的，把谈钱的人视为庸俗的。有着这样金钱观的人，怎么可能吸引到金钱呢？又怎么可能为了家庭的未来去付出脑力上的高级努力呢？他们不仅自己穷，还会拉着你一起穷，并且用道德绑架你，让你觉得想过好日子是一种罪过，让你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时候产生深深的负罪感。这其实是一种精神控制啊。所以谈钱反而是看清一个人最好的方式。找另一半不一定非要性格脾气完全一致，哪怕一个爱吃辣，一个爱吃甜都能磨合，一个爱动，一个爱静也能互补。但底层的价值观和金钱观一定要相似。如果一个人觉得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有多少花多少，甚至还要透支未来，而你觉得未雨绸缪击鼓防饥，必须要有存款才有安全感，那你们的婚姻注定是一场灾难。如果一个人觉得面子比里子重要，借钱也要买豪车，请客吃饭大手大脚，而你觉得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追求实用，讲究性价比，那你们每天都会因为钱吵得不可开交，家里的空气都会充满火药味。只有当两个人同时拥有成熟的三观，感情才能跨越匮乏，穿越那些经济周期的波动，婚姻才会越来越富足，越来越有韧性。04婚姻中到底该如何优雅地谈钱？好了，道理我们都懂了。很多听众会问，高维认知，我也想谈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每次一开口就变成了吵架，最后不欢而散。确实，谈钱需要技巧，更需要时机。在任何一个家庭中，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，不是感情。这话听着冷血，但却是为了保护感情。最好的感情就是既谈钱又谈爱。而且现实数据告诉我们，越会谈钱，越敢谈钱的婚姻往往过得越幸福。因为没有什么问题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，彼此都大大方方，相互信任，对家庭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，感情也自然就更加亲密。人终究是情绪动物，特别在婚姻里面，双方本就是利益共同体。如果你总是过于懂事，孩子的吃喝拉撒也好，家庭的柴米油盐支出也好，都往自己身上扛，久而久之，你一定会积攒怨气。这些怨气会变成结节，长在你的身体里，会变成尖酸刻薄的话，刺向你的伴侣。最后，消磨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力，也消磨了你们之间的爱。所以，不要吝啬跟你的伴侣谈钱，把问题摊到台面上来解决。这里有3个具体的建议，或许可以作为你们今晚夜话的开场白。第一，明确家庭支出的游戏规则，不要搞那种大概齐的糊涂账，更不要搞什么我的钱是我的，你的钱也是我的这种霸王条款。坐下来，拿出一张纸，算算家里的开销，是从各自的独立账户里按比例出，比如谁赚的多谁多出一点，体现一种公平，还是设置一个家庭共同账户，每人每月往里存一笔钱，作为家庭基金，由擅长理财的那一方统一管理。把支出问题理清楚，这不是分家，这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家庭财务，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，也知道钱都花哪儿去了。
第二，大额支出必须建立预审批制度，买房、买车、装修、生育规划，甚至是借给亲戚钱，这些都会占用大笔家庭资金，必须提前商量，定个规矩，比如超过5000元或者1万元的支出，必须2个人点头才能动用。这不仅是尊重，更是风险控制。在双方意见一致的前提下，尽量提前储蓄。这不仅仅是存钱，这是在存你们对未来的共同期待。当看着账户里的数字一点点增长，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礼物都替代不了的。第三，建立家庭财务的防火墙，这一点至关重要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现实中，绝大多数夫妻一夜返贫，不是因为赚得少，而是因为在一些大事上缺乏认知，踩了大坑。比如脑子一热，卖房卖车去创业，1年后血本无归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比如为了面子，将大笔资金外借给不靠谱的亲戚朋友，最后要不回来，还成了仇人，夫妻俩也因此反目。比如听信熟人狐朋狗友的内幕消息，拿家庭救命钱去胡乱投资，结果被空手套白狼。这些并不是个例，他们每天都在上演。所以在婚姻中，双方要提前建立财务风险意识，哪怕被对方说胆小，也要守住家庭资产的安全底线。简·奥斯汀在200多年前就说过一句特别通透的话：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，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。婚姻中谈钱，不仅是促进对彼此的了解，更是统一双方的战线。当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，看着账本，讨论着明年的旅行基金、孩子的教育基金、父母的养老基金时，那一刻，你们不再是2个搭伙过日子的室友，而是真正并肩作战的战友。你们在共同抵御这个世界的风霜，也在共同编织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今晚不妨试着倒2杯酒，或者泡2杯茶，和你的那一半好好谈谈钱吧。学会光明正大谈钱，反而更有利于提升婚姻中的幸福感。愿你有谈钱的勇气，也有谈爱的底气。晚安。